我是大禹，穿过废墟，只为真实。欢迎订阅，点亮小铃铛，跟大禹一起出发。在先前的视频里，我们探访了嘉峪关最大的鬼城白鹿苍关城里景区，背靠年游客超千万的天下第一雄关，却开业2年就人去楼空。今天我们来到山海关，同样是天下第一关，同样有一座庞大的烂尾项目和生天岱河，投资40亿，251栋别墅，4次流拍无人敢接。它位于山海关老龙头景区以东约3公里，地理位置绝佳。山海关的游客年复一年，它却孤零零地烂在海边。这座号称北方亚龙湾的宫殿，到底死在了谁手里？大家好，我是大禹，手指的那个方向呀，就是大海，前面还有4根大大的华表。说到这个华表呀，当地人戏言，华表是天子的产物，而且这儿的华表坐向有去无回，这儿不倒闭啊，谁倒闭？虽然啊是一句戏言，但是这里面的味道，咱们可以细细品。它门前的这个花坛呀，现在已经撂荒了，显得非常破败，而且呀，非常阴森。门口的这几棵树呀，好像被施了魔法一般，显得那么的吓人和恐怖。现在我们顺着前面的这条路，去这个建筑看一下。这个建筑呀，最早的用途是一家会所，它是这个项目进行项目的展示，以及业主在这里进行运动和休闲的场所。现在呀，整个已经全部撂荒了。可以看见，因为年代久远啊，这里面的墙皮都已经脱落了。门口啊，还长着小草。我们透过窗户看一下，哦，里面一片狼藉啊，还有一些办公用品。可以看见，它这个建筑啊，非常宏伟。它的这种样式啊，和咱们去京津新城看到的类似。从这里啊，就能看到那个金灿灿的阿波罗和他的8匹战马。我们现在从这儿进去，里面就是整个和生天岱河的住宅区了。可以看见，这儿还有一个保安亭，应该是在做样子吧。我看见里面已经没人了。咱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刚才那个建筑的后院，可以看见呀，这儿已经荒草满地，呈现出一种极度破败的感觉。这个喷泉啊，已经干涸了，甚至里面的瓷砖已经完全脱落了。我们从这个角度看，前方的这个建筑呀，真是格外的吓人，有一种吸血鬼庄园的感觉。我们脚下呀，已经都是非常难走的荒草。再来看看这些断壁残垣了，这个雕塑的脸上都已经锈迹斑斑了。让我们继续往前走。哦，哎呀，刚才那个台子还蛮高的。这儿的健身器啊，已经彻底生锈了，看来很久没人使用了。
从这个角度看，这个建筑啊，似乎都是施工未完成的感觉。我们看看能不能进到它里面瞧一瞧。我看见里面啊，还有一些桌椅板凳。我发现这儿有一个门开着。哦，这是个电梯井啊。这个地方进不去了。我们从这儿再看看。哇，这里面还有电话呀！我看见桌子上还有放置的面包。那说明这个地方呀，人走得很匆忙啊。据我了解，这个地方呀，已经撂荒10多年了。那这个面包啊，也放了很长时间。这个地方还有一些文件柜。我看见他们上面的窗户是开的，但是咱们上不去。我们来这儿再看看。哇，这个地方整个都已经分起来了。哇，可以看见，在那个地方有一个摄像头。我从这个窗户外面看，这里面啊，还有孩子玩的海洋球，应该是给业主的小朋友准备的。但是啊，这些现在基本上都用不到了。可以看见，能进去的地方呀，都被加固了。看来这个地方呀，之前经常有人进去，所以啊，为了维护治安，把所有的地方都分起来了。我刚才检查了这所建筑的所有门窗，都进不去了。可能是之前经常有人光顾这里，为了安全起见，把所有的门窗都封闭起来。这个项目的开发商和生创展，说到这家企业呀，有说不完的故事。亚洲最大的鬼城京津新城就是和生创展开发的。在2013年的时候，和生创展和他的合伙商荣毅达一起持股修建了这座项目。但是呀，发售仅1年时间，这个项目就戛然而止了。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和生创展和荣毅达之间搞内讧，致使这个项目呀整个停工烂尾，荒废10多年。前方的这个雕塑啊，引起了我的兴趣。不光是这个雕塑，它雕刻得很美，更重要的是，我们看这个少女啊，手上拿着一串葡萄。葡萄在西方是一个非常吉利的元素。葡萄酒啊，对应着耶稣的圣血，是圣餐的核心元素。如果我们了解古希腊罗马神话的话，酒神阿迪尼索斯，他的象征就是葡萄。另外啊，葡萄在中国也代表着多子多福以及美好的象征。这儿有一个电箱，可以看见电源已经被拔了，但是这个电箱啊非常应景，摆在这里非常有味道。我看前面还有几辆观光车，我们去看一看。在这个植被覆盖的树林里，还有一辆废弃的观光车，它之前应该是用来接送那些前来购房的观光客吧。
这个方向盘啊都已经生锈了。自打整个项目爆雷以后，它就横躺在这儿10多年，无人问津了。我们可以看见，这个车胎啊，都已经瘪成这样了，还有蜘蛛网。前方的这个小亭子呀，已经掉碎石块了。这个地方呀，荒废了12、13年，这些建筑呀，已经彻底的腐朽了。前面这个铁门啊，关也关不了，锁也锁不住。眼前的这些别墅，现在都已经彻底荒废了，全部都是烂尾楼。我们可以看见这些别墅啊，外立面都已经修建完毕，但是啊，它里面应该都是毛坯的状态。我们进一个看一看吧。这儿还有一个枯井呢。哇，这里面着实有点破败和荒凉啊。一个纯毛坯的别墅，感觉这个建筑年久失修，我们就不进去了。我们可以看见，这边的别墅啊，都是联排别墅，一共分为2层，底下呀还有1层，应该是地下室。整个项目都没有竣工，所以啊，这些别墅啊，仅仅修建就是一个外立面，内部啊根本都没有装饰。当然，这些别墅啊，大部分也没有卖出去，因为还没有销售完毕的时候啊，这2家企业呀就已经闹内讧，整个项目啊都已经停滞了。当时啊，我看新闻上写的是2家企业闹内讧，还有很多员工啊发不出工资。可以看见这个别墅的门口，这棵大树啊，已经彻底断裂了，躺倒在这个大门口。和生天岱河整个项目的面积有1000多亩，也就是10多个足球场那么大。截止2013年，它开发的别墅啊，一共是57栋，344套联排别墅，但是已经销售出去的别墅数量大概有34套，不足10%，销售额啊不足1亿元，但是它整个投入的资金啊，官方没有报出来，但是估算在10多亿元，所以说呀，这个项目整个就是一个失败的。刚才这个大叔啊是过来钓鱼的，现在啊这个别墅已经是钓鱼人的天堂了。看完了这些烂尾的房子呀，我们去看这里面仅仅售出的那几户，看看呀那边的住户现在是什么情况。从刚才的荒废区域走过来，前面有一条铺装的小路，前方的这些应该就是售出去那34套联排别墅吧。我们看一下，可以看见前面这几户也是没有人啊。我看这户门口还放着鞋柜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哇，可以看见这个鞋柜啊，已经有厚厚的一层灰了。
这个门还挺新的，塑料膜都没接。从这个角度看，主人已经把帘子拉上了，但是可以肯定，这个屋子呀，它没有人居住。但不知道是为什么，主人已经抛弃这儿了。哦，可以看见，这户应该是有人的。他门口放了几个小椅子，大门上还放了一把扫帚，说明啊，这里面有人。窗台上还有一些摆件，但是整个外墙啊，锈迹斑斑了。他隔壁的这户没有人。这个呀，破损的非常严重，整个地基都下沉了。看，台阶已经断裂了，这个彻底是危房了。我们可以看见前方还有一个小池塘，这些区域啊，应该就有钓鱼佬在这儿钓鱼。前方还有大片的荒废烂尾的废宅。我们刚才看见整个区域呀，呈现出一种破败萧瑟的感觉。局部区域啊，个别还有几户人在这儿住。我利用这点时间呀，回答网友的几个问题。第一个呀，就是这些区域现在啊，还能不能被投入使用？这个要看整个区域的情况。像我们刚才看的这个和生天代河呀，它的这个房子呀，我个人感觉已经不能被投入使用了，因为啊，整个建筑它破损的程度非常严重，如果需要2次翻新的话，成本啊也是非常大。另外啊，这些项目的构成也很复杂，它破产烂尾以后啊，有的抵押给了银行，有一些产权啊还在私人手里，所以啊，2次利用的话，也是一个不小的难度。感谢看到这儿的观众朋友们，如果感觉节目还不错，就请点个赞外加一个关注吧。您的支持就是我做节目的最大动力。东戴河的故事还没有讲完，下一集让我们去海边看看，那里的景象会更加神秘。下周6老时间，让我们不见不散吧。